一座孤城，一支仅有 1.8 万人的中国军队，却杀伤日军精锐7万余人，逼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黯然下台。这一战便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，也是抗战后期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。1944年，15万日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横扫豫中，仅仅37天便攻陷了38座城市，平均1天1座。6月中旬，日本第11军直逼衡阳。衡阳虽为一座小城，但却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日军若拿下此地，向南可打通桂林，和广州的日军连成一片；向西可直取贵州，进逼陪都重庆。而负责镇守衡阳的第10军，虽号称有4个师，其实只有7个团的兵力，共计17600人。军长方先觉深知，以这样一支残缺之师去对抗日军的10万虎狼之众，完全是以卵击石，所以必须精准地预判出日军的主攻方向，才能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一处，给敌人致命一击。城东和湘江相邻，水深浪急，日军很难冒着飞机的轰炸强渡湘江。这一面只需布置少量兵力，准备一些汽油，敌军胆敢来攻，定叫他们葬身火海。城北有征水环绕，强渡同样很难，而且日军的战术往往是从两翼包抄，很少从正面强攻。排除了城东和城北，就只剩城西和城南了。美军将领认为，城南的山地丘陵密如蛛网，日军若从这个方向发动仰攻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而城西一带地势开阔，日军从这里进攻，才能充分发挥坦克大炮的火力优势。方先觉的看法截然不同，他认为日军一贯奉行速战速决，若主攻城西，即便得手，也得转过头去仰攻城南，费时又费力，倒不如直接主攻城南。一旦占领了山地丘陵，便能居高临下围攻城池。更关键的是，城南紧靠湘桂铁路，是中国守军最重要的补给线，切断这里，守军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基于以上几点，方先觉断定城南一带必是日军的主攻方向，于是他以张家山为核心，沿着周围的虎形巢、枫树山、五桂岭、停兵山、高岭，构筑了一种陡峭壁立的特殊防御工事。这就是后来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教材的方先觉战壕。一路所向披靡的日军以为3天内必可破城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绞肉机。6月18号，方先觉调集粤汉、湘桂的2路火车，将衡阳的30万百姓全部疏散。这样既避免了战火波及无辜，也无形中清除了奸细，保证了守军可以安心作战。3天后，随着最后一批百姓撤离，衡阳的工事也基本修筑完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陈纳德的帮助下，当时中国已组建了一支中美飞行队，空军实力较之战前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由美国生产的 P-47、P-50 战机，无论是速度、火力还是防护性能，都超过了日本的零式纸飞机，所以在整场保卫战，中国基本一直掌握着制空权，日机一般要等美国飞行员下班了才敢发动空袭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虽然抗战后期有不少美国空军前来中国助战，但他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，下午5点必须准时下班，这从而给日军留下了可乘之机。6月26号，日本名将横山勇率领着11万大军兵临衡阳，负责主攻的第68师团专门受过城市攻防战的训练，堪称主力中的主力。他们率先从下游渡过湘江，向城南一带发起进攻。城南的中国守军阵地以张家山为核心，左有枫树山，右有虎形巢，3处阵地相距不过100米，彼此互为犄角，机枪交叉覆盖，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。最前沿的停兵山和高岭看似是2个单薄孤立的据点，还不够给日军塞牙缝。可当日军的先锋一头扎进去，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正面火力，所有的碉堡射口全部对向自己的阵地，藏在了背后的反斜面。日军几次猛打猛冲，要么被密布的地雷炸得退回去，要么被身后突然响起的机枪当场扫杀。一天下来，伤亡了200多人，却
寸步未进。日军的火炮虽不断支援，企图拔掉这些隐蔽的火力点，奈何碉堡所在的位置实在太过刁钻，无论多少炮弹呼啸而过，基本都是听个响。毕竟谁也想不到，竟会有人把碉堡的射口对向自己的阵地。6月27号凌晨，日军趁着美军飞行员下班，在大量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，向庭冰山和高岭发动猛攻。中国守军虽拼死抵抗，血战至最后一人，但终究挡不住敌人密如骤雨的炮火。庭冰山和高岭先后失守。黄昏时分，连长白天林正在侦察阵地，发现有20-30个日军围成一圈，站在远处的山坡上。这阵势一看，肯定是领导来视察阵地。白天林当即下令开炮，将其一窝端掉。直到战后，白天林才知道，他的8发炮弹不仅将日军68师团的高层全部炸成重伤，就连师团长左久间为人也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。区8发炮弹竟然彻底瘫痪了敌人的师部指挥系统，这是白天林做梦也想不到的战果。入夜后，日军猫着腰，端着枪，踮着脚，悄悄地向枫树山一带摸来。中国守军不慌不忙，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，方一声令下，开火扫射。猝不及防的日军顿时死伤一片。晚上9点，摸清了守军的火力配置后，大批日军在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，以近似爬行的方式摸到了阵地前。借着信号弹的光亮，日军一跃而起，嚎叫着发起冲锋。然而冲到跟前，他们才绝望地发现，所谓的守军阵地竟然是一堵高达6米的绝壁，必须架起云梯才能爬上去。日军面面相觑之时，山崖上的守军喊杀震天，手榴弹如雨点般砸下来，断崖前的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。慌乱中，日军本能地往绝壁根部躲，以为钻进了死角，中国军队就打不到他们了。殊不知，断崖的下方早就挖好了一条宽达5米的壕沟，底部铺满了尖锐的门钉，灌满水后根本看不见。外侧是45度的斜坡，方便敌人滑进来。绝壁一侧却笔直如墙，令人无法攀爬。两侧还各有一座石头暗堡，各配了6挺机枪，专门猎杀跌入壕沟的敌人。跌进去的日军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任凭宰割。方先觉战壕如同一台精心设计的绞肉机，别说攻克了，日军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自6月28号起，日军连续5天对主阵地张家山发起疯狂的猛攻。吃了前面的亏，日军这次学聪明了，冲锋前先用重炮对主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，待守军沿着战壕撤退后，在20挺重机枪的掩护下，如潮水般涌向断崖，架起云梯拼命地往上爬。眼看就要爬上山崖，突然手榴弹如暴雨般倾盆而下。原来中国守军并没有溃退，而是第一时间撤进地堡里躲避炮火，待日军爬上来后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此时双方距离太近，后方的日军投鼠忌器，不敢动用重炮和机枪支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士兵一批又一批地冲去送死。日军也试图绕到侧面虎形巢突破，但它与张家山、枫树山互为犄角，火力点之间彼此掩护，形成交叉火力网。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、哪个角度进攻，都会遭到四面八方的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的密集轰炸。眼见久攻不下，日军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，每次炮击过后，再利用风势向张家山投放毒气。趁着烟雾的掩护，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敢死队再次抬起云梯发动冲锋。可刚爬了2-3步，悬崖上又是铺天盖地的一片手榴弹。原来中国守军早就准备好了湿毛巾，简单防护一下就藏进了地堡，待毒雾一散，立刻重新上阵，该怎么炸还怎么炸。连毒气弹这种损招都不管用，日军只能靠人海战术强行进攻。每次300-400人一组，分成3排，不分昼夜的轮番冲锋。用团长曾经的话来说，这些日本人从上到下都跟中了邪似的，完全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前面的才倒下，后面的就跟上，眼都不眨的接着冲，直到全部死光。在抗日神剧中，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直接能灭掉一个小队。
但在真实战场上，每一场仗都是苦仗和硬仗。面对这么不要命的敌人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更不要命。在日军波浪式的进攻下，虎行巢和张家山的前沿战壕数次易手，双方扭打纠缠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敌我。由于日军往往趁夜色发动进攻，漆黑中的守军只能靠手摸来辨别敌友，摸到粗布衣服就是自己人，摸到光滑的卡其布就毫不犹豫地一刀捅过去。衡山永元计划3天就能拿下衡阳，但10多天过去了，却连衡阳的大门都没摸着。根据日本战史的记载，仅在第1轮的进攻中，负责主攻的2个师团便伤亡了16000人，加之后勤部队不断遭到中美空军的轰炸，补给完全跟不上，衡山勇被迫在7月2号停止总攻，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。负责防守衡阳的第10军虽暂时取得大捷，但开战10天，伤亡已达4000多人，弹药消耗近 60%。 仅在张家山阵地上，一挺轻机枪1天打出来的弹壳就有2箩筐。粮食虽然充足，但在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下，粮仓早化作了一堆焦米，大家只能捡来做成糊饭，拿盐水泡着吃。而日军自打下长沙后，为了快速推进，随身只带了10天的干粮，此时别说焦米，就连谷糠都快吃不上了。7月8号，中美空军开始给第10军空投物资。由于衡阳城区太小，两军阵地犬牙交错，很多物资顺着风就飘到了日军阵地上，或掉进湘江里。守军实际得到的不过3/5。更糟的是，投下的多为一些毛巾、香皂、香烟等生活用品，医药、粮食、炮弹这些战略物资却少得可怜。此后夜里，中国守军用24盏马灯在城里围成一个光圈，好让飞机能精准投放。万万想不到的是，狡诈多端的日军也在自己的阵地上依葫芦画瓢，用灯围成一圈。飞行员半夜难以分辨，又被骗去了不少物资。这天，一架运输机在衡阳上空盘旋了一圈后，竟朝着日军的阵地飞去。方先觉大骂之余，城外传来了一阵爆炸声。原来飞行员专门在空投袋里装了几包地雷，故意投在敌人的阵地上。当日军欢天喜地地拉开包裹时，不料却收到了一个地雷大礼包。7月11号，随着炮兵部队和补给先后抵达，日军向衡阳发动了第2次总攻。战术套路依然是万年不变的飞机炸完大炮轰，大炮轰完步兵冲。不过和第1轮相比，这次的战机、火炮、兵力全都增加了1个倍。在这种绝对的优势火力下，守军仍拼死坚守。作为主阵地的张家山4易其手，打到后面，日军甚至都不用云梯，而是踩着绝壁下堆积如山的友军尸体直接往上攻。7月14号，在日军连续不断的抵近轰炸下，绝壁逐渐垮塌，日军如潮水般涌上了张家山，弹尽粮绝的中国守军被迫撤退回防。在第2轮的总攻中，日军虽拿下了张家山和虎行巢，却付出了8000人的伤亡代价。城西方面，方先觉早命人将这一带的水田全部挖开，化成了一片沼泽，彻底限制了日军重炮的机动性。唯一留下的一条路早已布满地雷，两侧密布着机枪暗堡，日军一旦踏入，非死即残。但在20多天的持续进攻中，日军渐渐突破，逼近了虾高地。一旦打穿这里，他们便能长驱直入，占领衡阳。虾高地的正面被削成了10米高的绝壁，下方挖出了一条深达15米的壕沟，底部铺满门钉，半高处还架设了一张带刺的绳网。是日深夜，600个日军摸黑来攻，在守军机枪火力的驱赶下，几乎全部掉进了这张天罗地网中。手榴弹如倾盆暴雨般下了整整半个小时，炸得日军哭爹喊娘，全部命丧黄泉。当月，日本在滇缅战场节节败退，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塞班岛被美军攻占，而衡阳第2次总攻的失败，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7月18号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四面楚歌的局势深感无力，被迫下台。而经过1个多月的拉锯战，衡阳守军已是弹尽粮绝。
总伤亡达到了80%以上，连长、营长相继牺牲。军长方先觉手下能调派的士兵仅以个位数计算。随着空军调往滇缅战场，支援也时有时无。战前，蒋介石命方先觉只需坚守10天，力不从心之时，可用电报发密码2字，届时定派兵来援。7月12号，当方先觉首次求援时，蒋介石确实派了4个师直奔衡阳，不料日军早已破译了中国的军事密码，第一批援军才刚刚到达，便被日军抢先一步堵在了衡阳城外。一直以来，衡阳保卫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战略视角，日军投入5个师团11万人，但直接参与攻城的只有2个师团，剩余的3个师团不是留着摆造型，而是等着围城打援。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和衡阳只隔着1层纸，却迟迟不捅破它。不是不能，而是要以衡阳为诱饵，将中国第9战区的主力吸过来，再一并围歼。一旦得手，往后进攻桂林便易如反掌。而国军内部派系林立，大家都抱着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。不管蒋介石如何下令，大多部队都屯兵不进，只求保存实力。听着谁谁谁又来了1个师，实际上真正参与战斗的往往只是1个营。当时长沙、衡阳一带活动的中国兵力共有50多万，能迅速支援衡阳的有9个师，离得最远的有10公里，最近的只有1公里。如果团结一致，内外夹击，必然能像台儿庄保卫战那样获得大捷。但由于指挥混乱，各自为战，最终使衡阳保卫战的战果化为了泡影。8月初，日本大本营眼看11万大军打了40多天，都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衡阳，责令横山勇立即发动第3次总攻。从8月4号到8月7号，日军将衡阳4面围住，先后向守军阵地发射了4万发炮弹，整个衡阳几乎被离了一个遍。城外的援军每天都在发电报，声称明天必到。可一个又一个的明天过去了，说好的援军依旧没有来。8月8日拂晓，衡阳在外无援兵、内无弹药的情况下落入敌手，直至城破。最后的中国将士仍然在拼死搏杀。在衡阳保卫战中，日本伤亡7万余人，其中死亡人数高达4万8千人，中国军队伤亡1万5千余人，其中阵亡数约为7600人，平均一个中国士兵要杀死杀伤 4.6 个日本兵。这场以寡敌众、以残尸抗虎狼的死守，后来也被军事史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。